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少爷兵。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影片是从零开始了解正奇科技。当你看完这个影片，你会了解到正奇科技的背景、核心业务以及最新的财务报表状况。正奇科技成立于2017年6月，是一间投资控股公司，主要业务是由旗下全资子公司 MI Equipment Malaysia Sdn Bhd 经营。公司的背景历史可以追溯到2007年4月，当时现任执行董事兼首席执行员胡光荣与他的同事朋友共同创立了名为 DPE Integration 的公司。2012年初，DPE 的管理层意识到晶圆及芯片及封装的组装和包装设备的市场潜力正在不断的增长，所以决定改变公司的发展方向，专注于研发晶圆及芯片及封装的机器。管理层的策略是要建立全球影响力，尤其是在美国、中国、新加坡和台湾等主要半导体国家，包括 IDM 和 OSAT 在内的许多目标客户所在的位置。所以在接下来的3年，胡光荣便和他的同事朋友分别在马来西亚、新加坡、中国苏州、台湾以及美国建立其子公司。而位于马来西亚的公司 MI Equipment Malaysia Sdn Bhd 成为机器制造的总部以及全球研发工程的枢纽，并继续运用 DPE 的工程专业知识和技术知识开发新机器。2014年3月，胡光荣在完成 DPE 的最后一份机器订单后，便担任起 MI Equipment Malaysia 的首席执行员。2017年6月，公司成立 MI Equipment Holding Sdn Bhd， 并于隔年成功在大马股票交易所主板上市，成为上市公司，代码为 5286MI。2018年9月，公司成立 MI Autobotics Sdn Bhd， 主要研发与生产工业用途机器人和自动化设备。2018年12月，公司为了更好地反映业务方向，把公司名更改为 MI Technovation Bhd。正奇科技在初期创立 DPE 公司时，就一直寻求进步空间，从第一阶段的研究与开发，到第二阶段的分拣，以及到第三阶段的分拣与测试，生产出了多种属于自家的产品。在2019年开始的第4阶段，公司将把业务扩展至自动化系统与人工智能机器，迎接工业 4.0 的来临。正奇科技的业务市场来自3大区域，那就是东北亚、东南亚和北大西洋。东北亚市场包含着中国、台湾、韩国以及日本，在2018财政年占据总营业额的 70% 以上。再来就是东南亚市场，分别为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和菲律宾，在2018财政年占据总营业额的 20% 左右。最后则是北大西洋市场，有美国、墨西哥以及欧洲等地区，在2018财政年只占据总营业额的 6% 左右。另一方面，正奇科技的主要业务也分为3大部门，那就是半导体设备部、自动化系统与机器部和精密工程部。半导体设备部由 MI Equipment 经营，主要从事设计、开发、制造及销售具有检验及测试能力的晶圆及芯片及封装分拣机。晶圆及芯片及封装是指在晶圆及封装集成电路的技术，而不是将单个单元从晶圆上切成小块后再在封装中组装单个单元的传统技术，能大幅度降低封装后的集成电路尺寸。公司所研发出的晶圆及芯片及封装分拣机产品有几种不同的系列，分别是封装与包装设备的 MI 系列、AI 系列和 LI 系列，视觉测试设备的 VI 系列，以及最终测试设备的 SI 系列等。公司的客户包括全球顶端的半导体业者，比如 Inari、Amkor、ASE 和 UTAC 等等，以销售或出租方式向这些业者推销公司的分拣机产品。除此以外，公司也有出售备用零件和组件，例如消耗品和磨损零件、转换套件和新模块，以及电子零件、精密零件和机械零件等。另外，公司也会向客户提供维护服务和技术支持，例如机器软件升级、
机器翻新和现场服务支持。为迎接工业 4.0 时代的物联网和大数据趋势，公司决定走多元化路线，进军自动化系统与人工智能机器行业。自动化系统与机器部是由 MI Autobotics 经营，主要从事开发和建立先进的自动化和机器人解决方案。这部门也正在开发用于执行数据挖掘、可以进行分析和决策的人工智能产品，以帮助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应对并防止可能发生的偏差，也可以减少公司过度依赖技术人员，并节省营运资金和提高公司的生产能力。精密工程部是由 MI Precision 经营，从事制造和销售精密组件，主要是为了补充和支持公司现有的业务，以提供更稳定的收入，还有满足公司对自动化和设备部的内部需求。精密组件的制造将生产包括精密钢、精密铝或工程塑料零件，以及半导体行业中用于自动化机械制造的零件。在公司内部制造的精密组件可以作为保护公司的技术和知识产权，并且确保最终产品中使用的组件质量达到公司的标准。而为了保护公司的技术和知识产权，公司已经申请了20个专利，目前拥有3个专利，另外17个专利等待着审核。现在来为各位介绍正奇科技最新季度的财务报表。正奇科技在2019年第4季度的损益表显示，营业额从去年的3106万令吉增加了 119.68% 至6821万令吉，净盈利也从去年的718万令吉增加了 144.68% 至1750万令吉。营业额的上涨主要是由于晶圆及封装市场中特定 OSAT 的资本投资增长，导致在东北亚地区客户的需求量提高所致。而净盈利的增长主要归功于这季度的销售量提高和制造效率较高等原因。只不过由于 Bayan Lepas 工厂的拆旧、维护成本和外汇增加等因素，导致了本季度的销售和市场营销费用以及一般和行政费用有所增加，从而拉低了净盈利的增长。资产负债表方面，公司的总资产比起去年增加了 13.78% 至4亿3081万令吉。跟去年相比，公司的固定资产是明显的增加了，还有就是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也是比去年多。虽然短期资金有所减少，不过流动现金也相对的增加了，所以没有太大的影响。另一方面，公司在这一季度的总负债比起去年增加了 6.28% 至5105万令吉。从表中可以看出，总负债增长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这一季度的应付账款和其他应付款比去年来得多。至于现金流表 ，Operat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流入在这一季度比去年增加了 183.58% 至3279万令吉。从表中了解到，现金流的增加主要是由于公司在这一季度的税前盈利比去年增加了，以及在营运资金方面的支出有所减少。Invest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支出则比去年暴增了 142% 至7132万令吉，主要是因为公司在这一季度把资金投入在其他投资和固定资产上。Financ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流动则从去年的流入转为今年的支出，比起去年的现金流大幅度减少了1亿8115万令吉。与今年相比，去年拥有大量的现金流，是由于去年公司向银行提取定期贷款以及发行普通股而筹募到了资金的原因。总结来说， 5G 的时代已经在逐步的逼近中，各行各业都在不断的提升内部科技，以迎接新时代的来临。而半导体领域可以说是带领各个行业迈入 5G 时代的先锋之一。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开始追求素质高、体型小、速度快的产品。正奇科技所研发的晶圆及芯片及封装分拣机，正是生产这些半导体的机器，所以未来发展潜能不容小视。除此以外，公司为了长期保持竞争优势，也开始扩展业务至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机器领域。
到时这业务会搬到巴杜高湾的新厂，相信公司的业绩又会有进一步的提升。虽然贸易战的影响使到近期的半导体行业受到打击，或许短期会受到影响，但是就长期而言，人们不会因为一个贸易战而放弃先进的科技。5G 时代的到来也必然会成为现实。至于是否看好公司的未来前景，那就要取决于各位注重短期还是长期投资了。以上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影片。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请点个赞、留言及分享出去。还没订阅我的朋友，记得订阅我的频道，还有记得开小铃铛，这样子你们才不会错过我的每一部影片。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一期见。